为啥家里边只有小孩挑食，爸爸妈妈从来不挑食？网上说，因为他们只买只做自己爱吃的菜。那你要理解这个，这就是霸凌。我被霸凌24年，我以后有小孩，我也只买自己爱吃的菜，然后骂他。营养，对吧？我不排斥营养，我热爱营养。我现在边喝可乐边吃钙片。我喝可乐往里边加钙片，这都脆饽饽。录制就是很累啊，我一来录制，我天天熬夜，我这段时间已经熬到了一天3、4点钟睡觉，我和老家都熬出时差了。我现在一来上海害怕，我说这哪是上海呀，什刹海是因为我之前没有那么敢熬夜，我之前也熬夜，我妈就管我叫慢性自杀。每天准时10点一个电话打过来，于博儿子10点了，立马放下手里东西倒头睡觉。现在放下睡觉10点。我一般在从剧场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。我说是2只手都放下吗？不让慢性自杀是嫌慢。熬夜吃点夜宵，慢性自杀；炸串烧烤，慢性自杀。那怎么可能？我和女朋友在一起熬夜吃点那个炸串烧烤，多开心呢！这最多算慢性殉情。我妈不能理解，因为她是不懂表现温柔的人，她还以为殉情是古老的传言呢。不是，你说她真健康吗？也不是，她只是不吃外边的东西，光吃自己做的饭嘛。但问题同样，如果当天不做饭，就是头一天晚上，或者前1周自己做的饭，饭放时间太长了。我家吃的腊肉全是上一顿的鲜肉，冰箱端出一盘剩的小鸡炖蘑菇，第一顿没放蘑菇。他自己会长，以为自己做饭健康，最后就活在对安全的幻想里，因为真出事自己意识不到。有次豆角没炖熟，凉拌豆角他都没炖呢，我上医院洗胃呀，我这还嘴硬呢，非说那个胃洗洗更干净。有人为爱奔赴，我妈为爱干净，对吧？但这就是我们的区别，对吧？我知道我吃那玩意儿可能外边的不干净、危险、脏，但我能提前看得见，就能预防，对吧？麻辣烫端出来，看着黑色液体小勺，我就知道去厕所吃，只需要磨成粉末当蘸料吃。吃麻辣烫就是要坚持不懈，最后啥事儿没有，这里面就是我的价值观，但我不能真的这么干，因为我如果真的只吃自己想吃的东西，我妈就告诉我这叫挑食。挑食是我的问题吗？挑食好像是我从小到大家庭关系里的霸凌。为啥家里边只有小孩挑食，爸爸妈妈从来不挑食？网上说，因为他们只买只做自己爱吃的菜。那你要理解这个，这就是霸凌。我被霸凌24年，我以后有小孩，我也只买自己爱吃的菜，然后骂他。小崽子真挑食啊，这不吃那不吃的，那火锅不吃，烧烤不吃，啤酒不喝，可乐不喝，你想喝什么？麻辣烫也不吃。这玩意儿你爸年轻想吃都吃不着。麻辣烫，现在小孩儿，我生在杨国不知福。老说我吃那玩意儿没营养，对吧？我不排斥营养，我热爱营养。我现在边喝可乐边吃钙片。我喝可乐往里边加钙片，这都脆饽饽。是因为话语权在上边，他们定义我挑食，同时定义我吃的东西叫垃圾食品，就吃。每个垃圾食品都有自己的传说，
明菜才有传说，听过吗？就那炸鸡，说那鸡是拿6只翅膀的鸡做的，拿那老3头6臂的鸡做的。大人用这种传说吓小孩不敢吃，怎么可能？小孩听了肯定特别想吃。谁吃过3头6臂的鸡呀？谁见过呀？3头6臂就见过哪吒，谁吃过油炸哪吒呀？吃油炸哪吒，我要卷敖丙。老陈塘关鸡肉卷这一块，老拿都市传说吓小孩不敢吃，有没有可能反而会激起小孩的好奇心呢？对吧？我们小时候那老谣传，说有个辣条，说是拿他爸做的，拿他爸做的，这辣条谁听了不想吃啊？你不好奇吗？我借钱吃，那辣条我从1年级开始吃，该说不说，他那真好吃，感动，想替他给他爸尽孝，想给他爸烧纸。边吃边在配料表里找他爸的名字，后来看他爸好像叫亚硝酸盐，就吃。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，我进化到了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，靠的不是我的利齿爪牙，而是我 pH 值大概1.3几的胃酸。这是全自然界最厉害的消化能力，对吧？巧克力狗吃就死了，我吃就开心。人的身体比各位想象的更强大，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可以喝92度的开水，没有。但我爸可以，92度接出来，好不好？92度能直接在他胃里边做手冲。92度，我爸不怕开水烫。我喝不了，我爸就骂我。小崽子，细皮嫩肉，这一代小孩娇贵废。92度算什么？你爸年轻搁工地干啥的？端铁水的，融化的铁水，能理解，因为你端的玩意儿1600多度，对吧？问题是你那个嗓子是怎么练的呀？端的满满一盆铁水，要洒了，他说：“哎呀妈呀，没。”练起来那92度算冰镇。朋友们，我们不是永远都要吃正确的东西，因为我会自己消化。我小时候吃过橡皮、笔盖1毛钱，卷笔刀，我还活着。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成为更好的文具盒。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，朋友们，就连笑话也是一样的。就算你觉得今天的笑话不正确，明早你就消化。谢谢你们，讲完了。那第2年来焦虑，因为我发现我从去年上节目开始，我就越来越在乎别人的眼光。我会在任何平台搜自己的名字，小某书、某音、某伴、淘宝、闲鱼、天眼查。我去年节目的表现上，某伴只有2条评论，2条差评。第1条说我面相不好，一看就会家暴。第2条说我现实私底下打过翟佳宁。你要不看节目，单看这2条，是不是以为翟佳宁娶我了？从去年节目下来之后，太想要别人的认可了，太想要，每天做咖啡就管写稿。第一件事，先拿出微信看有没有那朋友恭喜我，看着恭喜就点开，妈的，一条消息，恭喜你获得5万块钱贷款额度。我想要那种认可，我发现从小到大得到的都是那种玩笑式的认可，那种不真实。我高考毕业的升学宴上，我爸一个朋友用开玩笑的口吻给我搂到怀里说：“哎，于博，上大学了，这把发挥的不错，运气挺好，这把让你掏着了。”啥叫掏着了啊？那是大学呀，还是厕所啊？
发挥的不错，我不是复习的不错吗？我怎么就那么会发挥呢？我是黑化肥，会发挥。你怎么还能恭喜别人运气好呢？我高考又不是蒙的，打的嘎踩脚交卷了，上大学了。那我多余上高中，3岁会走路那天就能高考，3岁踩一脚交卷了，我名都不用写，老师拿卷子一看，哎呀妈，泰莱尼斯稳稳鞋。没有人想在努力之后被别人说幸运，对吧？勾践卧薪尝胆复国了，你不可能来个外交使臣说，哎妈，大王你真幸运。勾践破防了，拿个小刀给他胆卸下来，晚上回去接着舔，因为他的胆大。他肯定也是主动分享自己当年有多努力，想让别人夸他吧，对吧？卧薪尝胆这事儿，他不自己主动往外说，谁知道啊？那胆不是他睡觉之前偷摸舔的吗？他舔胆时候直播了，直播板块是猎奇吃播，舔一口胆4个机位，第一口让粉丝先舔。边舔边说：“哎妈，给主播点点关注。”汪富差拿个小屋就给他关注了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因为越王要是会开直播，就不是越王，是王越。我理解的。我要是勾践，我也得让全世界知道我卧薪尝胆。我那个士兵入伍之前就必须把卧薪尝胆纹后背。岳飞闻精忠报国，就闻卧薪尝胆。士兵都害怕，说：“妈，大王新字笔画太多，能拿拼音带吗？”卧薪尝胆都不会是我们的历史典故，是我们的体验项目。我在川沙那儿修一个尝胆乐园，我们乐园能直接喝鸡尾酒，尝胆冰茶。吉祥物是赵子龙，因为他浑身是胆。我理解他，我也是那种困在别人的眼光里了。我们就是这样，你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你就完全看不到自己真正拥有的是什么，只依赖别人的夸奖。我意识到那一天，就是那天有天在写稿的时候，旁边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和她闺蜜在倾诉自己的容貌焦虑，很漂亮。对面的反应听到好像有焦虑，好像她有传染病。对面说：“姐妹，你有啥？容貌焦虑？你要有容貌焦虑呢，你让这帮人怎么活？”我就在旁边喝咖啡。你焦虑，为啥死的是我呢？我命凭啥有你不由天呢？咱讲话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啊！你怎么殃及另一个城门呢？环顾四周，整个咖啡店就我一个人。老板出去抽烟了。老板宁肯死于肺癌，不死于容貌焦虑。都给我听难受了。我说来喝杯咖啡，给自己喝成丑人了。我喝的不是美式吗？但我不针对她，我理解的，我真的理解的。我针对她的闺蜜。你这情商当什么人呢？你上童话里当魔镜好不好？你当魔镜，白雪公主都不用死。往后一焦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？你嘎把小矮人拽出来。你有容貌焦虑，她都不用活。所以容貌焦虑好像才是那些有姿色的人王后公主的特权，对吧？矮人没有容貌焦虑，矮人有这玩意儿啥用？别人都看不着。他家有个魔镜，问他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，魔镜啪给他嘴巴，啪给他嘴巴。说你怎么那么能说那没有用的呢？还全世界，你在你家排第7。为啥在乎别人眼光？好像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拥有担心失去，对吧？所以我就理解他，但我不完全理解，因为我就没有容貌焦虑，我有容貌绝望。
容貌抑郁的，容貌双向情感障碍了。但可能这就是时代的命题，对吧？你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边，所有人都是你自己的魔镜。所以，与其问魔镜，你应该直接洗脑魔镜。王后那天就应该跟魔镜说：“你用最直接、最不绕弯子、最一针见血的方式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这么美。”说实话，镜子里面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映射，对吗？我其实很早以前已经问过镜子，谁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人了。我看着镜子里面倒影，我知道他已经给过我答案了。他说赵本山。我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我叫于博，我叫于博。哎，可以。是这种，我不太适应这些。说实话，我知道我去年确实也上了这个节目，但不太好意思承认这种事儿。比如说，生活品质确实越来越好，好的有点太快了。老想买那个中产的老贵的东西。那穷人当时间太长了，不知道买啥。他们都说中产去户外穿那个很贵的那个鸟，我买了2套贵人鸟。不知道中产到底买啥，我只会模仿中产。去年1年，只去山姆买牛肉，我都不做饭，一买半头牛就在冰箱里冻着。牛肉在我家定居了，我家现在户口本翻开第2页就是安格斯牛肋条。上个月买了一辆公路车，哎，太中产了，是因为我刷到社交媒体，黄景瑜就骑公路车。我说那我骑和黄景瑜有什么区别呀？那玩意儿又不是用脸骑。刷着当天就去买了。店里买的，我们中产都去店里买。迪卡侬，车油啊，1300，打折的。我这骑上那辆车往家骑的路上，才发现自己不爱当中产，因为我家现在住宝山，车是在环球港买的。那回家路上得骑20几公里，骑公路车回郊区，那骑10公里没有公路了，骑进工地了，我在那修地铁啊，骑一会儿推一会儿，骑一会儿，太心酸了。工人看着我都可怜，那孩子别推了，别推，别，地铁马上就修好了。哎呦！好不容易从那个地铁里边推出来，哎，不想当中产，想跟旁边外卖骑手换车，想当众包，越骑越感受不到腿的存在，好不容易骑回家了，共情海的女儿，想要一双能走路的腿。我家是那个小区附近都叫什么共富4村，这个小区名一听就会丢自行车。这就是我和黄景瑜的区别，他住市中心，他那车据说10万，偷了就判。我那车1300，得偷3遍，刚够立案。哦，上网搜公路车怕被偷怎么办？网上默认骑公路车都是中产。第一篇笔记说可以考虑停在自己的车库里。你太有道理了，你不说我以为得停在邻居的被窝里呢。最近的车库离我家1.7公里，我每天把车停车库，还得扫一辆共享单车回家。哎呦，我每天讲完开放麦，骑公路车回宝山，不像中产，像知青。没人让我上山下乡上宝山呐，那种心态越骑越偏激，越骑越不小资，感觉自己特别像在农田里边喝咖啡，坐在田垄上喝美式，哎呀，身后的农民在拿铁，就是那中产越当越痛苦，哎呀，因为上海最近又到梅雨季了。
那骑着骑着就开始下雨，周围电动车都有挡风被和雨棚，我就撅着屁股搁那硬骑。上海骑公路车是容易当潮人。有时候赶上雨大，诗人。住在郊区，边塞诗人。我那生活王维都描写过，单车欲问边。哎呦，骑回家浑身湿透，腰也直不起来，像刚从水里拿出来的龙虾。公路车是没有后面的挡泥板的。有虾线，我都开始问我自己，哎呀，那么累，为啥非得当中产呢？因为你不挣钱之前去模仿有钱的爱好真的很难，对吧？我会去打网球，但只能偶尔打，一家店只能打1次。那新人券第2回凭啥不让我用啊？我不是现在才开始虚荣，我从考大学来上海那年就开始幻想在上海阶层跃迁，努力上流人士。我那幻想里边上海打工都上流。那个时候脑子里全是幻想有钱人的生活。上大学体育课学的是手球和高尔夫，这就是同济体育不教马术，要不指定让你们这帮上海人知道什么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。上大学学高尔夫和学高等数学没有任何区别，毕业之后都用不着。你网球还能偶尔打，我家那高尔夫球场不让我用团购，太傲慢了。那么小众运动不让大众随便点评。妈呀！那我现在真的被架在这儿了。那些不体面的爱好，我不敢承认。我都只能偷偷做，我都睡觉之前偷摸下载一个快手，然后看，第2天早上起来还得卸载。我那手机快手下载量得有176次。我特别喜欢看里边这个视频，偷偷看，叫“跟精神小伙过一天”。你们去看，那个是最纯粹的快乐，每天纯玩，不在乎明天的玩，今天玩完就死，怪不得只能跟他们过1天。那里边他们的快乐太简单了，4个人骑一辆电动车就开心，4个人喝1杯蜜雪冰城就开心，4个人喝1杯满杯百香果，每个人都可以喝1/4杯25香果。我已经不敢承认我羡慕他们了。我知道我内心的真实声音是，相比于公路车，我确实更爱骑电动车。但我骑电动车听上去不像是一个爱好，那是别人的职业。你骑电动车在苏州河边拿着一杯再好喝的咖啡，都像是偷顾客的。骑公路车骑的车水马龙，就是破风的彭于晏。电动车但凡闯1个红灯，超时的南瓜。我真的被困在那辆上海的公路车上了。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要先爱上骑公路车，还是要先挣钱从宝山搬到市中心。但我知道我最重要的是先回家把牛肋条吃完。就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很开心我回来了。我去年也来过这个节目，但是巡演到现在1年，我了解我现在的知名度就是没怎么上来，但我消费已经上来了。哎呦妈！我上个月在成都花了300块钱剪了一个头，太激进了，300块钱我没剪过，我只剪过50块钱的头。我说300块钱头得咋剪？我得自己再带5个头来。不知道你老当跟班的，没当过带头的。你只有去了之后才知道，300块钱全是过度服务。有一个人专门给我洗头，一个人专门给我吹头，还有一个人专门催我办卡。知道的开始问说：“帅哥您好，您这个发型啊，前额有什么要求？刘海有什么要求？鬓角有什么要求？枕区有什么要求？枕区，这都是谁呀？
我头上有这么多人吗？给他们拉个群吧。没告诉过我有什么要求，就我妈告诉过我她对我发型有什么要求。我妈要求我那个头发剪得快。从小到大，我妈、老师说头发不耽误学习，只有这一个要求。我们老师、高中班主任说那个话夸张，说你们这些人在班级不用现在留那花里胡哨头发有啥用？等你们以后考700分，爱留什么头留什么头。我就想留斜刘海，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要考700，能留斜刘海，我都当高考状元了，图啥呀？毕业时候哪有那斜刘海拨碎？咋跟采访的记者解释啊？人不得问吗？那么于博他高考状元太努力了，什么是你的动力督促了你？我说刘海，他说刘海是你死去的家人吗？我说刘海就是刘海，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。咋解释啊？3年拼死拼活，最后为了当非主流，不讽刺吗？考了700分，为了和200分的同学长一样。但你不能有对发型好看的要求，因为你稍微有点要求，老师说你不行啊，你这叫臭美。臭美？什么是臭美？臭美，臭美应该是我们对石楠花的评价。我都这样了，我最多算臭一般。我们班级的管理条例极其激进，说你们不要洗头，不要洗澡，不要换衣服，专心学习。哎呀妈！最后半年，班级终于没有人臭美了，臭。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，来了个新同学，鸡窝头、黑框眼镜、胡子拉碴，高考状元。第一天报道，卫衣穿反了，最强大脑。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，在我班的标准下，朴树算差生，纯反面教材。穿新衣吧。剪新发型啊！你家长不得给你领回家吗？轻松一下。Windows 98，哥们儿还想上网吧 ？New Boy 上不了我们的 Old School， 就流浪汉能上我们 School。我们班级最后半年，一堆流浪汉坐在班级备战高考。乞丐来我班，以为到救助站了。我们看着乞丐，以为新同学呢。丐帮的本质是作业帮。老师说那话真的挺吓人的，说你们去理发店浪费时间，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理发，专心学习。要不说高中生还是得有自理能力。你现在听了会觉得荒谬，那时候愚蠢，信。当天晚上回寝室借的推的给自己剃头，根本不省时间，2个小时就把两边剃干净了，前面后面看不着，中间剩一绺没剃完，后半夜困了，第2天一睁眼睛顶着墨西干上学去了。奥特曼背着书包跑操去了。这发型坐在班级上早自习，太像傻的了，像是那种会把中性笔塞到嘴里边，然后，一看就能给这笔的墨吸干。吸干。老师当天就骂我，说我追求个性，说我叛逆，说我小郭德纲。说你剪头发还是好打理，和老师剪一样的发型就可以了。他60了，地中海不好打理，墨西干不好打理吗？和你那地中海还互补，咱俩能拼团买1顶假发。你总不能班级40-50个全是地中海吧？
班级40、50个，谢广坤穿着校服上自习，你不害怕吗？一低头，老师讲台眼睛晃的睁不开。晚自习上到天亮了。班级中间就一片地中海呀，那是教室还是欧洲啊？班级的气候都变得夏季高温干燥，冬季温和多雨了。老师就在中间一站，被地中海包围了。老师是意大利。管我们纪律的时候都这么说话，说你们不要再说话了，你们不是。他一说话脸儿都看不着，全被他那黑手挡上了。你不应该吗？但这样的教育会培养出畸形的产物，对吧？像我们这种人长大之后会对美有偏见，有的时候看着一个人很好看，就会觉得肯定不学习。我看那巴黎时装周，我说这帮人都这么漂亮，哎呀，不认字儿吧？你知道什么是庄周吗？就搁这时装周啊。你会在一定场合下、特定场合去更信任那些不好看的人，对吧？如果今天是一个考试，周围陌生的考场我都不认识，但是我就是要抄袭，我肯定抄我旁边最埋汰的那个人，对吧？门墙陈明飞，我肯定抄陈明飞。庞博陈明飞我都抄陈明飞，庞博黄渤我都抄黄渤。哎呀妈，庞博那张脸放在考场太安全了，没人看，纯防弹衣呀！哎呀，这个人坐我考场给作文写满了，我以为他抄阅读呢。但不对吧，朋友们？但不对吧？审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教育的反面？审美不应该是教育的一环吗？你总得通过教育才能让我知道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吧？丑是我们都不想成为的那个画面，美式咖啡。我是于博，我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西卡。我是空姐，看得出来吧？好，这都不算什么。我刚开始讲单口的时候，我是那一组唯一一个女演员。那个时候主持人介绍我说，接下来上场的是位女演员。观众说啊，主持人说没对，垫了一句，她还是个空姐。观众啊，我一上场，观众啊，其中有个大哥噌的一下站起来，看过这个婆娘一看就是春秋航空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别这样，每个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各有各的美，知道吧？这都算了，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反应。前段时间我去看医生，因为腰不好嘛，我一进去那个医生的诊室，有2个老头躺在那个地方针灸。当时医生看了我那个片之后，觉得我非常的严重，他说干什么工作的这么年轻，腰伤那么严重？我不好意思说我是空姐，我怕2个老头站起来笑我，我忍了一下。他要给我开脾气，他说你快点干什么的？我说医生你，我高空作业。我刚刚一说完，医生手上的笔都放下了。天哪！哎，看到没有？高空作业，妹妹。我说你说呀，他说现在像你这么年轻，开塔吊的还是少了哈。哎呀，确实我跟大家想象中的空姐不一样。我是体育生，原来是定向越野大赛冠军，国家2级运动员。怎么当上空姐的？完全是因为那段时间训练太累了，我不想跑了。我刚好碰到了空姐面试的招聘，我就报名了。拿到面试通知单那一刻，特别开心。
拿着单子去找我教练请假了。我说教练，我不跑了，我要当空姐了。我教练拿过我的单子，天哪，空姐，你去嘛，你当了空姐，老子给你买架飞机。当天面试的时候，我分到的那一组堪称当天面试的死亡之组。什么意思？条件太好了，因为我们那天所有人都分成7个人一组，最多就是7选2，有些甚至一组全部淘汰掉。我一进去我们那一组，不要说7选2了，我进去我都选了4个了。太好看了。第一个女孩净身高174，新疆人，对吧？我刚进去跟她对视那一眼，我就说这个空姐你当我不当了。特别好看，漂亮到哪种地步？当天我们要求是穿短袖，裸露部位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疤痕。当时面试官问他：“你手臂上这道疤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说：“哦，这个是胎记。”面试官说：“哦，胎记，我觉得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应该会淡掉吧？胎记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淡掉，他在想什么？又不是爱情。而且我这个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第二个女孩子的跃跃欲试了，已经迫不及待，她该踏的时候一个箭步上前，老师好，我是2号，身高171，特长拉丁，咵，她就甩了一个胯出去，就这么快，这个胯就感觉甩到了对面3位面试官的桌子上放着了，目光如炬盯着对面的面试官，好像在说：“你们不给我过这个胯，我就收不回来哦。”面试官哪里见到过速度这么快的胯，对吧？就说：“哦，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。那个同学可以到旁边冷静一下吗？我们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选手。”他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他这样送着胯就到旁边去了，好灵活。太优秀了！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明显感觉到，因为可能是面试官已经看到了太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了，到我这已经明显没有什么耐心了。我刚刚上前一步准备开口的时候，他直接打断了我说：“等一下，你基本条件我们已经看了，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你有没有什么特长？”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。我当时冷笑，我说：“特长，哼，这个地方不够我起跑。”如果老师想看的话，可以放我下去跑给大家看。哦，3位老师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评判跑得快与不快是吧？没有关系，这样，3位你们现在从中随机挑选1位下去，我让他50米，我把他抓到，你们让我过，可以吗？当时其中有个面试官，你跑吗？我不跑了，累了，你先出去等一下吧。我说稳了。过了一会儿出来通知我过了，我说过了。我说老师啊，我究竟是哪方面勾引了你们3位选择了我？老师说：“哦，我们今天面试了1天了，确实没有看到过跑得快的空姐。”你要跑得快的空姐干嘛？后来上了班才知道，个别旅客啊，极个别，他上了飞机以后，他认为空姐是住在行李架里面的。怎么说？就只要他一按呼唤铃，所有空姐必须像氧气面罩一样快速掉在他面前说：“怎么了？”我还在工作间准备，突然呼唤铃就响了。你们也知道，练体育的听不了发令枪。我当时一下冲去在他面前，怎么了，旅客？好快！我开心极了，觉得自己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。转过头看了一眼，我同事在门口胯只甩了一半。完全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想象不到我当空姐的样子，因为这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确实太多了，对吧？很多电视短剧里面拍的空姐就是这样，穿着短裙、丝袜、高跟鞋，拖着一个飞行箱在那个后几楼走过去走过来的，对吧？都是这样，完全不是这样的。而且我当了空姐之后，非常不能理解，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，还要穿短裙、丝袜、高跟鞋，就不能穿裤子吗？
对吧？我当时问过我的老师，其中得到的一个答案，他就是有一个，当我印象特别深刻。他说穿裤子的话，可能有些旅客会觉得不舒适，不舒适是因为空姐穿裤子，你把飞机上那个拥挤的座位全部给它换成床。哪怕空姐穿着盔甲站在他面前，他都不会觉得不舒适。睡着了看不见，巴卡巴卡，看不见。而且丝袜这个东西真的很不方便，真的，在这个职业里，我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。从舒适度和安全的角度来讲，都达不到，不保暖还吊裆，穿过的都知道，对吧？有些质量不好的非常恼火，哪怕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博尔特，这身装扮参加奥运会，对吧？各位，预备，砰！啪，撞线那一刻，博尔特100米成绩58秒69，没有破纪录，破了2双丝袜。而且，如果飞机遇到紧急情况着火了，真的需要撤离旅客的时候，我们撤离的最后一步，所有乘务员需要脱掉自己的丝袜，因为丝袜的材质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起火。你不是知道它不安全吗？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，还要花时间去脱丝袜，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穿？你哪怕给我穿一条厚一点的牛仔裤，起火的时候，我甚至可以把它一屁股坐灭。真的。是吧？遇到紧急情况，这个时候着火了，我说火在哪？我一屁股坐过去，我的同事拿着我灭火器来，火在哪里？我说火在当下。所以真的对吧？所以空姐穿裤装。真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吗？今天我刚好穿了裤子，我想拜托大家跟我在一起感受一下。尊敬的各位旅客，晚上好！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本次航班，我们愿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愉快而舒适的旅程。我是本次航班乘务长希哈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房主任。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，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。这个职位吧，每个村都有。北方叫车老婆蛇，南方叫蛐蛐人。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。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，才出道。王月，哎，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。绝经和出道一块来。之所以来说脱口秀，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，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。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，我就被招安了。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。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，我只会蛐蛐人儿。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，东院2口子分家，都是我给造的谣。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。
我说还得是上海人亲民洋气啊。这也太能翻了，太狠了。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，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儿造谣家。有人说大姐，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？哼，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。教主，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？您看天上干什么呀？其实我很犹豫，挺怕到大城市来的。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，又受欢迎又被需要。我会上网。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，洗衣机、有线电视，有问题了都来找我。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。那倒是大城市来了，天天逗别人笑，那不成了马保国了？再说了，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？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！就转身啊，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，我觉得我不怕难。和我老公比，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？我这个老公啊，是我妈给我选的，身高1.55米，体重95。现在年轻人啊，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。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。腿开不动啊！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，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。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，说：“哎，这个行啊。”这小玩意好啊！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，他打不动。我俩第一次见面啊，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，我感觉他都活不长。他跟我说他175。我说学呀。结婚不到1个月，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，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，我心中暗喜，还是我妈说的对呀。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，我肯定吃亏了。没想到啊，我老公是真狗。把他爸叫来了，双拳不敌4手，我就跑回娘家了。我爸一看到我啊，就说什么：“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？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？这让别人看到多丢人啊！快回去吧。”我说：“爸，我再不来，你就该去吃席了。”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。下去了嘛，但想离婚太难了，父母都不支持。我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他太懒了，我得离婚。”我妈说：“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”我说：“妈，他耍钱败家，我得离婚。”我妈说：“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”我说：“妈，他在外面有女人了，我得离婚。”我妈说：“他又不是耍钱败家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”
我爸更过分。我爸说我们家贾淑秀的女儿就没有离婚的，家族的名声不能毁在我女儿这里。我说爸，男人家暴不丢人，女人离婚丢人。哼，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，还蹦起来打的。哎，好难受啊！但他们特别信命。我妈说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。我说妈，你这也太迷信了。大师说吧，我俩过不好，都怨我老公。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。我说加个钟，你给我展开了说说。啊，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。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。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。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，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，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。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，就比如啊，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，因为2023年的4月8号，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。2024年的4月8号，我带着俩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。2025年的4月8号。什么都没发生。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蒙。终于回来上节目了，太帅了！谢谢，就等这句话，谢谢。真的，不然我现在每天打开小某书，他在那儿给我推荐，猜你想搜。杨蒙恩去哪儿了？我跟你说，人一旦从网上消失了之后，别人就会觉得你出了什么问题。我还收到那网友啊发私信关心我说：“蒙恩，看你好久没有发微博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？”我是《再见爱人》导演组的导演，有没有兴趣？我说 OK。朋友们。我这2年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真的没有任何事。我这2年一直在准备出国留学。我去年1整年我都在学英语，然后考了托福，然后年底成功报考了纽约大学电影系的研究生。厉害吧，厉害吧？但是我没考上，我没考上，给我干懵了，知道吗？他们跟我说我分不够，我说我以为明星上大学不要分啊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不是明星啊。是的，我面试的时候我还跟他们假装谦虚呢。我想说我自己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。我说 I'm a little famous。下来一复盘，果然英语没写好。英语里面little 是有一点 little 是几乎一点都没有。哎，我还跟人要奖学金呢，我奖学金我也不会说。I want you give me money, give me money. I need money, I need money. 我这个面试总结下来就4个字儿：敲诈勒索。人那边也纳闷呢，说：“哎，今天面试一小伙子，一点名气都没有。”还跟我说觉得自己巨牛，我当时就不应该跟这些老外谦虚。我看 I'm little, I'm superstar。
icon、influencer、爱奇艺 SVIP 会员，是吧？只要我愿意为这个面试结果，我可以抢先看。我跟你说，我也就在现场这样讲，知道吧？这个段子能播了以后，你们看吧，那些 VIP 们呢，肯定在那发弹幕呢，是吧？famous 是形容词，不能跟在 Aledo 的后面。就你们英语好的，就你们英语好。他急了，他急了，我就是急了。我就刚跟弹幕吵了个架，不好意思。我就是喜欢把事儿想太美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说实话，我当时退圈的时候，我都想好怎么复出了。我就想，我沉浸2年之后，在微博突然发一条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然后我就云淡风轻的3个字：纽约见。到时候，纽约大学3大校友，泰勒·斯威夫特、李安、杨蒙恩。我都差点给李安发私信，我说学长，咱们学校在哪儿买脸盆呀？我对我的自己的认知产生了非常大的偏差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能达到的效果就是那种厚积薄发、带着梦想冲出枷锁的大龄流子。但实际上呢，我就那种每年高考里面的新人文人物，是吧？6旬老汉第18次参加高考，喜得176分。最后大家佩服我，都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耀眼的成绩，大家就是纯惊叹，这老登还有气儿学呢。当初还有人给我建议，就说你直播呀，你记录考研过程肯定有流量。我就是怕打脸，我就是怕我在每天直播奋斗考研背单词，然后第2天回来，请问脱口秀大会在哪儿报名啊？其实这个我考研失败的段子，在我决定考研第1天的时候我就想好了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回来了，但节目不在了。我真的回来以后，我朋友们跟我吃饭呢，聊的都是我熟悉的人和事儿，但用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词儿。现在主要俩节目。一个拖沓，一个喜单。我说拖沓喜单啊，这俩节目一个鹅的，一个桃的。我说，什么鹅的桃的？我努力听懂他们说话的样子，就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。我跟他们说的话也像刚放出来的。他们说：“蒙恩，你到底上哪个？”我说：“少废话，这2个哪个来1000块啊 ？I need money。”然后他们给我讲这2年行业有多激烈，对吧？有人塌房了，有人聊粉丝被爆了，有人被女友锤了，然后女性主义脱口秀遍地开花了。我听起来就感觉脱口秀这2年的发展好像就是女演员一直在上桌，男演员一直在上炕。真的，之前还有网友给我发私信说：“蒙恩，我觉得现在有些女脱口秀演员硬上价值，你能不能出来吐槽吐槽这个事儿呀？”我说：“你让我吐槽什么呀？你先把那些男演员从炕上拽下来呀！”这个没有影射同行的意思，就是真的是这样的。然后杨丽还问我，我说：“杨哥，这2年你发生的事儿，你就一点也不知道吗？”我说：“对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为了学英语，我关了朋友圈，我卸载了微博，然后一切社交软件我都远离，避免打扰。”他听完之后，他都惊呆了。他说：“天哪，就这都没考上吗？”但是我拿到了另一所大学的 offer， 我还是有学上，然后我今年还是决定出去上学。然后他们问我为啥一定要出国，我说我想主持奥斯卡，我想把脱口秀带到国外。王建国说脱口秀不就是我们带回国内的吗？然后说这玩意儿带回来才几年，你又往出带，
你没事，你当脱口秀干啥？咋的了？语言类节目不加关税啊？然后我在开放麦突然练的，就是双方谈妥了。我说打这么半天，把我段子给我打飞了，是吧？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大象冰箱理论，就是不管你想干什么事儿，别多想，你只计划3步：学英语、去美国、主持奥斯卡，就是这样的事儿。别听那些有逻辑的跟你说，哎，这不可能，怎么样。我说把大象放冰箱里需要3步，他跟你说哪有那么大冰箱呀，这需要多少电荷呀？他觉得他自己有逻辑，但他也不想想我去哪儿找大象啊。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你实现梦想才是成功，但我自己觉得就是，当我去追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成功了。虽然最后没有成为李安导演的校友，还是有些遗憾。但是，李安导演你放心，以后我去纽约买脸盆，我指定还找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蒙。真的，哎，去年我上完节目过后，应该很多朋友认识我了吧？有认识的吗？有吗？我先认识。去年确实一整年，我也在线下巡演我自己的专场，也演了很多场。说实话，这个工作越来越忙，我现在身体跟不上了，我痛经。哎，我也是会来月经的啊。真的，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才说的。其实我每次来月经，我从第1天我就开始痛。那种痛可能很多男生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的时候，几个人端着你的腿去撞树，这连撞7天啊！我上一次来上海，我出差也是在虹桥机场，那天突然我在机场走着，突然就来月经了，一下把我痛的就晕倒在地上，当时来了3个男的抬我，没抬起来，抬不起来，顺手就把我放在地上了，旁边围过来好多人就在问，他说怎么了？我躺在地上很虚弱，我说痛经。旁边人说小伙子痛得都神志不清了吧？哎，我又补了一句，我说女的。他旁边人说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在想女的？天哪！本来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，真的。有的时候我就想着，我说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绝经那天嘛。但我除了痛经啊，我还月经不调，可能很多男生又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上得好好的，突然有几个人他端着书就来撞你。我的月经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。来的时候也不说一声，到点儿了他又不走，在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。我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应该叫大姨妈，应该叫领导。哎，你们应该都有领导吧？大家都有领导哈。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位置上在那想说，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退休那天嘛。你掐指一算，你说哎，退休那天刚好就是绝经那天。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那些退了休又绝了经的女人。但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哈。现在虽然绝经提前了，但是退休延后了啊。这个月经不调，我不知道你们谁不调哈，我要调。我还是找了一些小诊所去看的，前后起码找了8个医生给我调，调完了他们说我月经不调。有的时候把那个医生都调烦了，给我抓了药，他开始这个药也来点，那个药也来点，到最后他都问我，他说这个你来点不来点？我说我是来医院抓药的，我又不是在食堂打饭的，我这。上一次我在虹桥机场把我痛晕了过后，我就回成都，我说下定决心我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，好好看一下我这个妇科。那天我老早就去了，一到诊室，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，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，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衣服撩起来，我检查一下你的胸。我怎么好意思嘛，我胸又长得不好看。我虽然没有身材，但是我有身材焦虑哈。
它长得像一个八字。好了，你们也不要盯着看了。而且那段时间本来就因为月经不调，我的八字还挺硬的。哎，医生接着问我，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 XX 还是 XY 吗？我说我是 XL。他说我问你，问的是你的染色体。妈呀，染色体好陌生的词啊！我说我的应该是染的还可以哦。医生也很难为情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观察你，长了一圈小胡子，你声音有点像个男的，我怀疑你体内有2套系统。”妈呀，当时把我吓坏了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一套安卓，一套 iOS。而且本来上医院想检查一下月经来不来的事儿，那天变成月经该不该来的事儿呢。我当时月经一下就不痛了，我头有点痛了，你知道。然后医生就让我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，我就去了。说实话，做检查的过程当中，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。我都在想，要是我检查出来我体内真的有男性系统，我怎么办？我的朋友们怎么面对我？我出走半生，归来竟是少年。我想了一圈，我觉得这个事情，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爸爸。我爸爸太想要个儿子了，但他这辈子只生下了我和我妹妹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跟他说，他应该都会很开心的，哪怕他去世那天，我就站在他面前，把我的检查报告拿出来，我说：“爸爸，其实我不是你的小棉袄，我是一个假2件。”爸爸绝对躺在床上在那儿瞑目啦。等一下，顺便把你妹妹送去再检查一下。爸爸能等。但我这个检查很快就做完了，我赶紧拿着报告单回到医生的诊室，一路我都很紧张，我也需要一个结果，我就站在门口悄悄问医生女儿女不女，很像站在产房门口，真的，别的话都别说了，就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吧。医生说：“恭喜啊，女孩，全女孩，158斤的大胖丫头。”朋友们，我活了快30岁了，真的，那天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官方认证的女人，你知道？这个段子你们也别闲着，播出那天你们就给我把消息往外散哈。逢人就说王月纯女的啊。那赶紧给我看看我月经不调的事儿吧。医生给我总结了一下，看了你的报告单啊，我们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你体内雄性激素过旺。说白了，有点超雄，你知道？你雌性激素太少了。不过你这个情况没问题呢，你慢慢的找个男的，生个孩子，激素就稳定了。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？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。再说了，我是来医院看病的，我又不是来求子的。你让我这个样子，我上哪里去给你找个男的？我一想，我说，哎，虹桥机场那儿3个男的，还挺有责任心的啊。但我后来在想，居然在那一刻，我真的在考虑，要不然就听医生的吧，我找个男的当个药引子。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啊！大家都说不要物化女性，我居然在那儿要物化男性，你知道？我就问医生，我说其他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医生说实在没办法的话，我当时就知道他有办法。他说，要不然就给你开点补充雌性激素的药吧。我说啊，这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办法吗？那个药我买了，就几十块钱一瓶，我现在也在按时吃。说实话，月经已经好多了，而且他调整那个雌性激素嘛，补充上来了。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开始偷偷穿裙子了，你知道？所以啊，朋友们，真的，关于医学、婚姻、男人、痛经，我觉得咱们能花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，真的没必要花自己几十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，谢谢，谢谢。
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我今天也想聊聊我的高中，我来和你们站到一起了。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，对，所以我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从那个地方活着出来，我心存感激。而且今天也很开心，能和墩儿老师在单口的舞台上 PK， 完成了一个我从衡中到现在一直没有实现的心愿，跟老师犟嘴。我非常紧张，当时在衡中真不敢犟，衡中是一个很卷的学校，卷到教室后面贴着条幅，上面写着只要学不死，就往死里学，传播度非常广。我觉得这个标语很荒谬啊！我为什么要往死里学呢？我不应该往清华北大里学吗？衡中很会营造那种卷的氛围，一入学就让我们写自己的目标大学贴到墙上。我当时写了同济大学计算机系。真的假的？那是一个我非常向往的高校。但是老师看到以后，他质问我说：“你是不是不想学了？”你要不现在去网吧吧？让我改成北京大学，我不敢犟嘴，真改了。但是衡中确实出成绩，后来还真的考上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。刚才墩儿老师是清华的，我是北大的，清北学生到底会干啥？会搞笑，这。我一般在外面做自我介绍，如果我不说我是衡中的，我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，就有人觉得说，哎，你装什么？但一旦我说我是衡中的，他们就辛苦了。哎，活该你上北大。确实很辛苦，衡中当时时间管理很严，我们都没有时间洗澡，有的同学1个月才能洗1次澡。那个时候班里面味儿贼大，尤其是重点班，班味儿有点重。就当时在教室里待久了，我们得去厕所透透气儿。当时衡中这种严格的管理，依靠于它严苛的校规校纪，比如当时要求我们早读课要大声朗读。比如说背英语单词，comedy， 我们就得 comedy。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大声，我觉得我背书背过就行呗。那么大声，分数没上去，分贝上去了。我一开始觉得大声背书这个方法特别俗，后来想了想，其实挺雅的，背一会儿就哑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衡中还要搞那种早读评比，拿个分贝仪去每个班测音量。就导致在衡中待久了，逼得我现在嗓门贼大。就怎么说呢？我其实可以不用麦的，其实。我的妈呀！然后当时还有一些那种禁止谈恋爱的校规校纪，但是在衡中啊，我们不用谈上恋爱，就可以被抓。因为衡中有一项罪名叫做男女生非正常接触。你看他这个用词。他就很赛博朋克，非正常接触，感觉谈了个外星人。范围包括男女肢体接触、男女同桌吃饭、男女并排行走。我寻思这些都是非正常接触，那啥是正常接触啊？操场上亲嘴儿。还是双方家长先见个面啊？当时处罚力度是回家反思4周。我不是很理解，我觉得我要在衡中谈恋爱，顶多也就偷摸传个小纸条。你要上我回家反思，我俩可就逛街去了。当时衡中有那种老师，他专门负责查违纪，每天就往他那个电脑前面一坐，拿个高清摄像头看有没有人谈恋爱。哼，恋综观察员。
他要是去当恋综观察员，那嘉宾来一对成一对，就在他眼里干点啥都是想谈恋爱。我当时比较爱干净，我宁愿不吃饭也要挤时间洗澡，就因为身上没有臭味儿。德育主任质问我，说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天天洗澡，肯定是为了招女生喜欢。我说老师，有没有可能我洗澡不是为了女生？我是为了卫生。不洗澡我身上痒痒。老师说身上痒痒，我看你是心里痒痒。当时德育主任还负责查自习，然后他检查的指标是抬头率，就是在一间安静自习教室里，德育主任会从教室前门推门而入，看有谁抬头看他。如果你抬头看他，你就是没有学进去。我说老师，有没有可能你不进来，我已经学进去了？就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门开了，但为了避免违纪，硬不抬头。这个东西需要的意志力，比你抬头看一眼还分神儿。我有一次正做着作业呢，突然老师推门进来，我嘎一走神，算出来李白是个等边三角形。就李白要是在我们衡中上的高中，他也当不了诗人，他望不着明月，他举头只能望主任，然后主任让他低头回故乡反思一周。我当时看过一些犯罪电影，里面描绘的那种校园枪击案，我说在衡中都不可能发生，罪犯都没有体验感。你们想象一下，一个变态枪手扛着 AK-47踹门而入，没人理。他准备好享受我们的惊恐与尖叫带给他的变态快感，然后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他，罪犯都吓坏了，赶紧拿枪指着我们大喊，说 freeze， 我们 FREEZE。他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被人拿枪指着还能学习。我们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。好，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辛博，从小就在农村生活，我觉得农村的教育资源不是特别好。我的小学就那么几个民办教师，就是那种农民扮演的教师，乡村 coser。班主任老师姓张，他教我数学也教我插秧。很多掰着手指头能算出来问题，张老师也算不清楚，因为他少根手指。算法上有 bug， 9进制。我很笃定，真的，我从小就很笃定，我一定得考上大学，因为我知道只有上了大学，才能结合着我的专业所学，让家里给我买电脑，买一台能玩所有游戏的学习电脑。所有的科目里边，数学最差，高考算是超常发挥，考了76分，按照9进制算是84。也没及格，被调剂到了数学系。我这样的学数学门儿都没有。我说妈，你必须得给我买台电脑，上帝把门给我关死了，你得给我打开一扇 Windows。没复读啊，没复读，因为第一学年成绩的前5%可以转专业。也就是说，学好数学就能不学数学。
同学们都在那儿苦笑，说学数学是不学数学的充分不必要条件。听得我都茫然了。我说你们家里都什么条件？入学摸底儿考，我就是倒数第二，倒数第一是我的 homie 威哥。全班就只有我们2个人有共同语言。老师说这道题应该没有同学不会吧？我说不应该。威哥说我不会。选我当班长，说反正你也学不进去。我说为什么不学威哥？他说也不能太蠢。我最想学的专业是计算机，因为小的时候就觉得黑客很酷。大学也自学，去黑客论坛上还拜过师傅，学费60。加了 QQ 给我传了个文件，如何盗号。我一点号就被盗了。以为是教程，结果是教案。这算啥？黑吃黑。还用我的 QQ 跟我的同学们借钱，就威哥借了。你说他蠢吧？二话不说他就帮我。你说他不蠢吧？转账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。那是一句话也不跟我说。问过老师，我说老师，我们学数学能干啥？老师说能当老师。我后悔了，我应该问校长。其他专业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，我们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我发现啊，像我这种普通学校的冷门专业，社会给我们留的大多岗位都是销售类。我们学院的优秀校友墙就是全国房产中介的优秀员工墙，上面的照片基本都一个知识。那个校友群你就看吧，名字开头都有个 AAA， 你得往下滑到100名开外才有一个 B 打头的，比亚迪卖车。毕业季的时候有那种优秀学长回来招聘，我给他倒了杯水，他说老弟呀，全班我都看了，就你能干销售，数你的眼神最空洞，你根本就学不进去。我不想干销售，我觉得这么多年书白读了，确实感觉自己有点脱不下去长衫，但我也知道自己里边啥都没穿。学长安慰我说，那销售和销售不一样，你上过大学的销售比那些没上过的至少大4岁。你就比你同龄人成熟。当然还有一个就业方向就是数转码去做编程，有专门的培训机构，3个月包就业，全班都去了，我跟威哥学了6个月，机构要给我俩退款，说是影响了这机构办学以来100%的就业率。我说不行，我只要工作。他说要不你们俩就留下来当老师，教数学。我没留下，在老师的推荐下，当地的矿务局要一个懂数学又懂计算机的人才。我说领导，我还懂点黑客。那个岗位就是坐在矿井口的岗亭里，对着一台电脑屏幕，下去一个矿工，我就在 Excel 上+1，上了一个我就全都懂数学和计算机。同学们好奇说：“你这个样的去矿上能干啥？”问得多我就很烦，我说算命。有一次下去7个，上来8个，给我吓坏了。我说这是挖到墓了，对不上账，是不是我得下去？每天除了我矿井口就没有人，整整3个月，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个小日子。
井上一郎。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垃圾电话，来自广东珠海，问我先生买房吗？我立马反问他：你们招人吗？我学数学的，他说我学物理的。我说城濮求是，他说博学笃行。我们学校的校训。时代也在发展，这几年 AI 成了风口。我也是干了很多年销售，几经辗转在网络安全行业。很多朋友不了解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就是帮用户抓黑客。总有一天我能逮住我师傅。在风口上，威哥也飞起来了。他现在是一名自动驾驶算法的工程师。来杭州开会，我开车接他，他跟我说：“你把自动驾驶关喽。”他的能力我最了解，不在我之下。命运他经常跟我开玩笑，但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威哥还安慰我说：“没事儿，你这一款我只是参与，我开发那款出口欧洲。”谢谢大家。